始建于公元831年的广仁王庙正殿是中国现存的3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之一。如果从那时算起，它已经有了1193年的历史。此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芮城县，因庙内所供奉的青龙王，其封号为广仁王，故得此名。庙前原有五龙泉，所以此处又名五龙庙。如今五龙泉早已干涸，下边这片便是它的遗址。虽说这边曾多次被盗，也经历过大规模修缮，但唐代的梁架仍然被保留到如今，所以这里当然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本次旅途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目前我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的广仁王庙啊，一会儿咱们来好好逛一逛这。我是从运城租车自驾过去的，村里有的是车位，往景区走的时候能看到一份芮城县全域旅游图，可供参考。下面我们登上台阶，来到广仁王庙入口，顺便从门口预览一下导览图。目前这边是免费参观的。现在我们走进小小的院落，直奔唐代正殿。此殿始建于公元831年。如今我们看到的砖瓦都是后期大修时换的，但梁架仍然是最初的版本，所以我们仍将其视为唐代建筑。此殿面阔5间，进深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且屋顶坡度非常平缓。现存的几座完整唐代木构，包括新被定为5代的平顺天台庵都是如此。正脊两侧的螭吻为唐代偏早期的螭尾造型，但只是大概其相似，因为原版的被盗了。这些都是后期补造的。垂脊的末端有垂兽，但呛脊上没见到有呛兽，只在4个眼角有个简陋的兽头，可见这时候还没那么多花里胡哨。现在看铺座区，这边只有柱头铺座和转角铺座，但并没有补间铺座。再单独看构件，首先它的炉斗是直接坐柱子上的，中间没加东西，这是唐5代建筑的一个特征。宋朝往后就要加料了，而这种往建筑进深方向相同的拱，在早期建筑中叫做华拱，它上下一共有2个华拱，这个叫做出2跳。华拱的别名叫邈，所以华拱出2跳也叫做双邈。因为没有横拱，所以它便是我们反复提过的偷心灶。以前广仁王庙的墙上还镶嵌着几块记载历史的唐碑，这是广仁王庙的断代依据，之后被盗了，好在最后追回来了，如今应该是送进博物馆了。现在我们来走进殿内看塑像。早些年这里曾被小学征用，原版的塑像壁画尽毁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将小学迁出。我们如今看到的塑像都是后期补造的。正中间身穿青衣的塑像应该就是此处供奉的青龙广仁王，两侧则是风雨雷电4神，手拿锤子的是雷公，一敲就是打雷，手持2面切圆镜的便是放闪电的电母，那么拿着水碗和树枝的应该就是雨师，因为只有这些法器能布雨。最后一位被衣服彻底盖住法器的老者，想来便是风伯了。以上5位均是很少见到的道教神灵。站在殿内抬头看，能看到清光绪年间的修缮记录、清乾隆年间的修缮记录，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修缮记录。现在我们抬头看梁架，这边是侧上明造，所有构件一目了然，其进深为4传，这和刚才外面看的进深3间属于是不同的统计方法，两者并不冲突。那么最长的这根大梁自然便是4传符，4传符上这些便是驼峰，驼峰上这根是平梁，而且不是直接搭上的，中间加了个斗拱里的大斗，这也是唐5代建筑的常见做法。平梁上有一根超小的注入柱，它头顶上这根长木便是脊团，两侧则是辅助承重的插手，插手外侧的斜柱子则被称为托角。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插手和平梁的夹角，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锐角，因为房间本身坡度平缓，所以这个角度当然也不会很大，这又是早期建筑的一大特点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唐代建筑不该有注入柱，敦煌壁画里的唐代建筑没有，据资料说佛光寺也没有，但佛光寺东大殿不是侧上明造，没法展示。南禅寺修缮时错加过，后来去掉了，想来这边应该也是后世加进去的。殿内的几组梁架构造是相同的，但山面另有细节。看这块木头，它一头搭在4传符上，一头搭在内侧铺座上，这也是符家族的成员，它叫做丁符，因为它和梁符呈丁字形，故而得名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座唐代正殿。现在我们来到院子后侧，能看到此处的墙上镶着几块碑，其中有清嘉庆年间的碑，字迹已磨损严重，而字迹清晰的小碑则是乾隆年间的重修碑，然后是一块清朝的重修功德碑，但具体年份没看出来。下一块大碑磨损更严重，完全看不出年份。最后一块断开的碑同样磨损严重，难以辨认年份。然后我们来看脚下，发现地上有很多白色碎石，据说有了这个可以让此地寸草不生，有防火功效。
现在返回正殿对面，就能看到一座戏台。此戏台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硬山顶，且分出了明确的前后台，画风一眼明清。查了资料后，发现它确实是清代戏台，而此处原有的木雕也都被盗了个干净。我们来看它现在的木雕，这基本上都是不镂空的浮雕，小小的雀替上隐约雕刻着夔龙纹，而额方上的浮雕中间与两侧不同，侧面是以寿字为中心，两侧搭配卷草纹，旁边灰瓦也是卷草纹，疑似有文传纹现象出现。中间这一大片则推测为牡丹纹，而斗拱区的花草叶子比较大，我怀疑它是蕉叶纹，而且隔着保护层也能辨认出，这些都是常见的龙头昂。现在我们看完了戏台和正殿，是时候沿着这样的路线看一圈院子外围的布置了。首先我们来到斗拱亭，这里边展示的斗拱是3大完整唐构的斗拱，也就是南禅寺、佛光寺和广仁王庙的斗拱，还有被剔出唐构群聊的平顺天台庵斗拱，而且每个部件均有具体说明，非常适合古建爱好者前去学习。而对面的古建展廊则对运城、临汾两地的古建筑做了一些介绍。我这次在这2座城市前后跑了8天，古建看了不少，但只能消化个皮毛，所以明年还得来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院子的布置。下去的时候发现窑洞里有块黑碑，年份则是唐代的元和，这该不是那块唐碑《广仁王龙泉记》吧？字怎么这么清楚？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复制品，虚惊一场。这一路走来，发现整个院子的陈设都是崭新的，很像一个放大的盆景。关于这个院落的陈设，在学术圈和民间也确实存在不少的争议。支持一方认为，开发成旅游景区，增强了对建筑的保护，也能有效促进旅游。反对一方认为，这个新造的院子破坏了原有的环境，也让原有的韵味荡然无存。我个人是站支持方的。虽说这院子看着别扭，但它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，凡是防火、防盗、防倒塌的措施，都可以视为前边领头的一。至于环境美观，那是后边的好多个零。如果没有前边的一，那后面有再多的零也是个零。但只要有这个一在，我们将来就有无限的机会去给它增加零，那便是文物保护的取舍之道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